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演技封神，在人间热播狂仙追剧潮，网友直呼太上头。赵丽颖新剧在人间开播即爆，豆瓣 8.0 高分。她颠覆性演绎灵魂互换，从温柔女白领秒变糙汉，网友惊呼演技天花板。这次转型不仅撕掉流量标签，更让观众疯狂催更，弹幕刷屏剧组快加更。最近全网最慌的女明星非赵丽颖莫属，不过她的慌张可不是因为新剧扑街，而是刚开播的悬疑剧在人间直接爆了。5月28日上线当晚，这部剧仅用1小时就冲上平台热播榜第一，前3集豆瓣评分飙到 8.0， 观众一边刷屏赵姐杀疯了，一边疯狂催更剧组加更。这部剧设定太敢拍，赵丽颖饰演的贾小朵被暗恋她的司机偷换灵魂，从此开启一人分饰男女两角的极限飙戏模式。前一秒她还是温柔克制的女白领，下一秒就变成对着镜子摸胸肌、走路外八的糙汉。网友笑称赵丽颖用一部剧把演员和观众都逼疯了。说实话，赵丽颖这次真该慌，她用在人间撕掉了流量演员的标签，却把自己架上了演技天花板的火炉。从花千骨的仙侠女王到风吹半夏的钢铁老板，她每次转型都像在钢丝上跳舞，但这次直接来了个360度空翻，要演出男人魂穿女人身体的错愕感，眼神从迷茫到窃喜的转换让观众鸡皮疙瘩掉衣的。要处理虚拟与现实交织的烧脑剧情，每个微表情都是解码悬疑的关键线索。观众现在恨不得把播放平台服务器挤爆，弹幕全是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些剧组再不更新我就寄刀片，这种甜蜜的负担哪个演员扛得住？但话说回来，赵丽颖的慌恰恰证明了内娱终于有了能打的悬疑剧，没有磨皮滤镜，没有工业糖精，光是多重人格互杀的剧本就甩开同行3条街。更难得的是女演员不用靠谈恋爱推动剧情，光靠演技就能撑起高概念设定。某些总说观众只爱看无脑甜宠的制片方，这次脸被打肿了吧？当观众为在人间更新太慢急得跳脚时，我们其实该给赵丽颖点个赞。85花集体转型的赛道上，有人靠综艺刷脸，有人用绯闻造势，她却闷声憋大招，用贾小朵这个角色把演员2字焊死在身上。赵丽颖近年来的演艺之路无疑可称作是一部励志逆袭大剧，从早年的偶像剧小花到如今的国剧实力派代表，她的每一次转型与蜕变都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而在最新热播剧在人间中，赵丽颖再次以惊人的演技实现突破，掀起了一场全民追剧狂潮。剧集上线不久，社交平台便迅速沦陷，赵丽颖演技封神演疯了，太上头了成为高频热词。无数网友表示，追这剧像上瘾一样，一集都不想错过。双引号，这一次，赵丽颖不再是温婉坚强的知否盛明兰，也不是刚毅果敢的幸福到万家和幸福，而是化身一位多重身份交织、命运跌宕起伏的女性角色，其角色复杂度和心理层次远超以往。在人间中，她要展现的不仅是一个人外在经历的变迁，更是灵魂深处的挣扎与觉醒。她在剧中一人分饰多面，从柔弱到疯狂，从沉默到爆发，从破碎到重生，每一帧画面都充满张力，让观众如坐云霄飞车般心跳加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的演技，她通过眼神的细微变化，精准表达角色不同阶段的情绪。比如初期角色遭遇打击时，眼神中带着无助和茫然，仿佛随时会崩溃。而当她逐渐觉醒，眼神开始变得坚定而锐利，仿佛燃起一团火。再到后期的反击与爆发，那种压抑多年后的情绪释放，通过她的眼神与微表情层层递进，打动人心。这样的演技不是通过夸张的肢体语言来博取关注，而是源于深厚表演功底与对角色心理的深度理解。不少业内人士在看完几集后纷纷表示，这不是赵丽颖的演技进步，而是质变。
这份评价并非溢美之词，而是建立在他近年来持续突破与打磨的基础之上。赵丽颖从不惧挑战，哪怕面对观众对她过往甜妹形象的固有印象，她也敢于用一个个现实题材、复杂人设来刷新大家的认知。她不是在表演一个角色，而是让角色活在我们眼前。在人间的热播不仅带动了赵丽颖本人的话题热度，更进一步推动国产剧品质化的进程。近年来，许多剧集陷入流量至上、剧情悬浮的怪圈，演员只顾造型美貌而忽视演技深度。赵丽颖的出现像是一股清流，提醒我们，真正优秀的作品不仅需要好剧本与好制作，更需要有灵魂的表演者。而她恰恰就是那个能将角色灵魂注入剧情的人。在这部剧中，不少桥段已成为封神名场面，比如角色精神崩溃大哭那场戏，赵丽颖几乎全程没有台词，仅靠表情与肢体表现，将极致痛苦演绎得淋漓尽致。又比如角色面对至亲背叛时那种近乎麻木的冷笑，背后藏着多少复杂情感，只有深思过的观众才懂。正是这些层层递进的情绪处理，让在人间不再只是剧情层面的追看，更是一种表演艺术的享受。与此同时，观众的反响也非常热烈，从微博到豆瓣，从小红书到抖音，各大平台均出现大量讨论赵丽颖演技的热帖与视频解析。不少剪辑号甚至制作出赵丽颖眼神高能合集赵丽颖爆发演技 Top 10之类的视频，引发2刷、3刷热潮。很多观众坦言，追在人间不仅是在看剧情，更是在看赵丽颖怎么把人物演活。双引号，这也使得在人间成为近年少有的演技驱动型热剧。在剧情未完演技先封神的氛围下，它甚至成为表演系学生的教学范本。而这场全民热潮也进一步稳固了赵丽颖在国剧女演员中的标杆地位。从演员到表演艺术家，这一路的成长，赵丽颖从未停下脚步。她的成功不是依赖天赋或运气，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累积。她用演技证明了，真正的演员不是永远停留在舒适区里，而是在不断尝试、不断挑战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表演路径。她没有被流量绑架，没有被角色类型定格，而是始终在变化中追寻表演的本质。对于观众来说，赵丽颖的成功不仅是一种视觉享受，更是一种精神启发。她的每一次蜕变，都仿佛在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什么阶段，只要你愿意尝试突破，持续努力，总会收获属于自己的掌声。赵丽颖不是天生强大，她只是从不低头。在此，我想对所有支持赵丽颖、关注国产剧进步的观众说一声，感谢你们的陪伴与眼光。正因为有你们这样一群热爱表演、尊重演员的观众，中国电视剧才得以不断前进。请继续关注在人间，继续为赵丽颖这样的实力派演员喝彩，因为每一次你们的点赞、评论和转发，都是对优质内容最直接的鼓励。也希望你能像赵丽颖一样，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不忘初心，坚持自己的道路。也许你不会立刻收获掌声，但你一定会在人生某个节点，看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我们追剧，也追光。而赵丽颖就是那束正在照亮国产剧未来的光。王一博生日前夜惊喜不断，无名重映全网热议，粉丝沸腾了。王一博在 IMAX 剧目上的微表情教科书级表演，配合8月2日重映与8月5日生日的精妙营销，无名3度登陆日本的现象级重映，折射出粉丝经济的力量与华语电影跨越文化藩篱的可能。瞧，那叶先生又成了社媒上的热议焦点，甚至在某些角落已经引发了一场小小的银幕骚动。无名重映的传闻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激荡起千层涟漪。博纳影业那句仿佛不经意间流露的8月2日 IMAX 厅恭候大驾，简直是给影迷们注射了一剂强心针。试想，王一博在剧目上的纤毫毕现，一个眼神便能直抵人心深处，
这份冲击力，谁又能轻易抵挡？这桩事儿怎么看都透着一股不寻常的况味。这可远非一部旧片重映所能尽数囊括的。单是那重映日期的精妙掐点，8月2日影片回归，恰逢8月5日王一博生辰，如此巧合，若说官方毫无营销心机，恐难令人信服。更令人称奇的是，扶桑之的竟直接开启了庆生专场，8月1日至7日的特别展映，赫然已是无名在东瀛的第3度重映。要知道，此片去年方才登陆日本，如今便能跻身常驻嘉宾之列，这着实引人深思，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在我看来，此番情景折射出数个颇值玩味的现象。先来聊聊这股重映潮。近些年，电影重映的频率似乎愈发高涨，从《霸王别姬》的旧梦重温，到《阿凡达》的视效再现，再到如今无名的再度登场，总有那么几部老面孔，时不时的出来刷刷存在感。这背后是否隐喻着电影市场某种青黄不接的困境？当我们惯性地将此归咎于情怀消费时，是否遗漏了新片乏力、爆款稀缺这一被忽视的症结？毕竟，若每年皆有源源不绝的佳作问世，观众的目光还会执着于那些旧影吗？重映虽能激活一部分存量市场，但若过度依赖，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创作的瓶颈？就像无名这类文艺片能掀起如此高的重映热度，一方面固然是影片本身质素过硬，经得起时光的讨喜；另一方面，也确乎彰显了观众对精良故事与卓越演技的由衷渴望。次之，便是粉丝经济与偶像光环的显现。诚然，王一博在无名中的表现堪称可圈可点，连金鸡奖评委都亲证其为微表情教科书，此绝非溢美之词。然而，一部影片能3度在日本重映，且恰逢演员生辰吉日，这份强大的号召力，除了影片自身魅力，相当程度上是粉丝群体合力推动的结果。时下诸多电影的票房已不再单单依凭影片自身的优劣，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搭载了一台强劲的流量引擎。粉丝为给偶像庆生，为2刷3刷已是对偶像作品的拥趸，不惜斥资购票观影，乃至争抢 IMAX 厅的稀缺席位。仅此一隅，便足以阐明粉丝经济在当代电影市场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现象于电影艺术性而言，究竟是福是祸？它会否促使电影创作日益偏向流量至上，从而怠慢了影片本身的故事机理与思想深度？此谓无被当深思之题。另有一点，即电影传播的无界限。冠乎无名，不仅于本土再度上映，更远涉俄罗斯中国电影节，乃至在日本盘踞一方。此举昭示，佳片无疆，精湛的表演亦能跨越文化藩篱，触动人心。圣彼得堡的观众，即便耳畔萦绕原声，眼前跳动俄文艺界，亦能被叶先生眼底那股暗流涌动所震慑。这不正是艺术最纯粹的感召力吗？与普遍认知相异，实情乃是，尽管文化差异或会造成理解之局语，然人类情感的共通性，终能令优秀作品寻觅到共鸣。这对于华语电影走出去，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我们无需刻意迎合西方的审美取向，只需将自身的故事娓娓道来，将人物塑造成型，自然会有国际观众为其倾倒。归根结底，无名的重映不啻于影片的再度现身，它更像一面澄澈的镜鉴，映照出当下电影市场的生态、粉丝文化的蓬勃以及文化交流的脉络。它让我们洞见，观众对上乘的渴求始终如一，无论身处喧嚣的流量纪元，亦或信息洪流的当下。那么，8月2日，你究竟会径直闯入 IMAX 厅，沉浸式体验叶先生的剧目震撼，还是会在王一博生辰之日2度观影，为偶像遥寄祝福？或许成熟之人从不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毕竟，叶先生的每个神情都值得我们反复揣摩，一遍回味。随着王一博生日的临近，影迷圈突然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电影《无名》宣布重映，这一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在社交平台上迅速引发热议。许多粉丝纷纷在微博、豆瓣、抖音等平台上打卡留言，甚至在评论区集体狂欢，仿佛再次回到了那段为《无名》打榜、讨论角色、重温银幕时光的热血岁月。王一博与电影《无名》的双重话题点在此刻交汇，让他的生日不只是一个偶像的庆典，更是一场关于作品、演员与观众之间深层情感连结的回响。《无名》作为王一博影视转型的重要作品之一，不仅让大众看到了他在偶像光环背后更深层次的表演可能性，也将他塑造成新时代青年演员中极具辨识度的存在。片中他饰演的角色复杂而压抑，从形象、语调、动作到情绪张力的控制，无不体现出他对表演的尊重与投入。这不仅是对他演技的一次挑战，更是对他作为演员身份的一次再定义。重映的决定并非简单的怀旧营销，而是一种对作品价值与演员成长的肯定。而选在他生日这个时间节点重新上线，更像是一种来自片方、业内甚至观众集体的致敬与回应。电影重映的消息一出，许多粉丝第一反应便是泪目，像是收到一份最懂我的生日礼物。这并不是夸张的修辞，而是源于粉丝和演员之间那种超越了屏幕的深层次情感连接。对于王一博的粉丝而言，《无名》不仅是一部作品，更是一段共同走过的成长旅程。从最初的期待、焦虑，到首映后的震撼与自豪，甚至是面对质疑时的坚定与反击，这一切都沉淀在“无名”两个字里。而如今，当他在王一博生日前夕重返大银幕，无疑是一种情绪的大释放。粉丝不只是为了电影，更是在与过去的自己，与那个曾经激动守候在影院前的自己重逢。有网友在重映的预售页面留言：“无名让我认识了另一个层面的王一博，也让我更加坚定支持他成为真正的演员。”这是许多粉丝内心真实的写照。过去我们对流量演员往往有偏见，认为他们难以跨越外貌及正义的枷锁，难以凭实力在演技场上站稳脚跟。而王一博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在逐步击破这些成见。从风起洛阳到长空之王，再到如今仍在热议的无名，他的每一个角色都在不断拓宽他的可能性，也在打破人们对流量演员的狭隘认知。当然，无名的重映不只是对王一博个人演艺生涯的加持，它更像是一种在聚首的文化仪式。对于粉丝而言，这不仅仅是买票重温电影，更是一种用行动支持偶像的参与方式。这种参与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塑造。他们通过数据打卡、组织包场、线下观影团等形式，将王一博生日的意义延展成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电影庆典。正是这种凝聚力与情感深度，才让王一博粉丝文化呈现出区别于其他艺人的温度与深度。而站在整个娱乐圈的角度看，这样的互动也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偶像与作品的结合可以更深层次地影响观众，打造真正具有文化厚度与情感价值的符号叙事。王一博并没有停留在单一的流量维度，而是一步步用实际行动完成着演员身份的转换。他用无名证明了自己不是只能跳舞、唱歌的舞台型艺人，而是能够独当一面，撑起一部电影主角的实力派新生代。正因如此，无名的重映更像是一次阶段性总结，它见证了王一博从偶像向演员的蜕变，也让所有曾陪伴他走过这段转型期的粉丝们有了一个情感与记忆的安放点。在这个浮躁的流量时代，王一博能以一部严肃作品作为生日的主角，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他已经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路径。最后，在这个特别的节点，让我们也对一路走来始终坚定的粉丝们说一声感谢。是你们的守护、支持与陪伴，让王一博有了面对挑战的底气，也让作品得以在大众视野中被反复提及。每一场包场，每一条评论，每一次转发，背后都是你们对他的深深爱与真情实感的流露。
而这些努力与情感，王一博看得到、记得住，也正在用自己的成长来回应。王一博的生日不只是一个艺人生日的简单纪念，它更像是一个信号，他的演员之路还在继续，他的作品还在延展，而他的观众和支持者也在与他一同成长。这场因为无名而再次被点燃的全民热议，并不会随着生日的结束而停息，反而像是一场新的序章，属于王一博，也属于你们。愿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能继续看到那个在角色中燃烧，在镜头中闪耀的王一博。他不是最喧哗的那一个，却是最用力生活、最真诚表演的那一个。而你也终将在他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的热血、坚定与信念。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值得我们一次次的为他奔赴影院、流泪、欢呼，并坚定不移地爱下去。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